各位健康永驻的老朋友、老伙计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张德昌。这日子过得可真快，一眨眼的功夫，2025年可就剩个尾巴梢了。再有那么10来天，咱们大伙儿可就要一起迈进2026年的大门了。我呢，在这先给各位拜个早年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健康康，生活顺顺当当。不过啊，高兴归高兴，今天咱这期视频，老张我可得给大家提个醒，而敲敲钟，这事啊，跟咱们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挂钩，您可一定得耐心听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每年一到元旦，政府的那一大堆津贴、补助、费率，可就到了该动一动、调一调的时候了。这不，我这儿刚刚了解到，从2026年开始，有这么3笔跟咱们银发族关系最密切的钱，它的数目要发生变化了。有的呢，能给咱多点，有的呢，可能咱就得稍微多掏点。特别重要的是，这里头有一笔钱，它是有申请和核对的时间期限的。您要是没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把事情办妥了，明年一整年，这笔钱可能就领不到了，要么给暂停发放。所以说，为了咱自家的钱袋子着想，您务必腾出个10几20分钟，把老张我今天说的这些话，仔仔细细的听进心里去。好，咱们闲话少叙，这就进入正题。这头一笔要变动的钱，也是大伙儿最关心的，关系到咱每个月要交的和以后要领的，那就是咱们的国民年金和劳保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每年的基本工资一调整，跟着来的就是元旦开始，国民年金和劳保的费率，还有那个投保薪资的分级表，通常也得跟着变。这里头啊，是有喜有忧。咱们先捡那可能不太爱听的说，先说说这个可能让咱们每月多掏点钱的地方。对于现在还在自己缴国民年金的朋友，或者是在职业工会那里投保劳保的朋友，比如自己做点小买卖的，接点灵活的，因为您投保的那个集聚往上提了那么一档，您每个月要交的保费呢，很可能就会多出那么一点。这个数啊，大概在50块到100多块之间。很多老朋友一收到缴费单子就纳闷，咦，我薪水又没涨，怎么这保费还涨了呢？您别奇怪，这真不是算错了，这是因为政府为了能让咱们这个年金制度长长久久的运行下去，得根据精算出来的结果来定期调整这个费率。所以啊，明年您再看到缴费单上的数字变大了，先别着急，这是正常的调整。虽然每个月多掏这几十百把块钱，心里头是有点舍不得，但您往远了想，这同时也意味着您未来能领到的那份退休金，它的计算基础也跟着提高了一点，长远看未必是坏事。说完了这点小小的心疼，咱们再来聊个让人舒心的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是专门送给正在领取劳保老年年金的朋友们的。最近这几年，大家伙儿感受最深的就是物价上涨，政府呢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立了个规矩，当那个叫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CPI， 它累计的涨幅达到 5% 的时候，咱们的劳保年金就得跟着往上调。根据测算，2026年预计就会有一批正在领劳保年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，每个月打到折子里的钱，数字要变多了。这就是政府按照物价指数规定给咱们的调整，来帮助应对物价变动。那具体能多出多少呢？老张我给您打个比方，假设您原本每个月领2万块钱，如果这回的调整幅度是 5.5%， 那您每个月就能多拿大约1100块，一年算下来就是多了13000多。这可真不是个小数目，能多买不少东西。而且啊，这个调整可不是只有领老年年金的朋友才有份额。如果您是正在领取遗属年金，就是配偶去世以后留给您的那份生活费，或者是领着失能年金的朋友，这次的调整也都把您算在里面了。政府那边会自动帮您计算好，直接就把增加了的钱汇到您的账户里。所以，如果您是符合资格的老长辈，明年1、2月份去刷存折或者看手机银行的时候，可得留心看一下，看进账的数目是不是变多了。要是您想提前确认自己到底在不在这次调升的名单里，也简单，上劳保局的网站，用您的自然人凭证登录进去，就能查到您所有的给付资料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
好了，关于劳保和国保的事，咱们就先说到这。接下来，咱们说说这第二笔钱。这笔钱跟咱们平时看病吃药息息相关，那就是健保费。很多退休的老朋友会把自个的健保依附在工作的子女名下，或者就是图省事，直接在户籍地的区公所投保。同样啊，2026年因为基本工资又往上调了，健保的最低投保金额这个底线也得跟着往上抬一抬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您是在区公所投保的，那您每个月要缴的健保费可能会多个几十块钱。如果您是挂在子女名下的，那您子女每个月从工资里被扣掉的那笔总的健保费数目也会变大。钱虽然看起来不多，但积少成多，一年下来也不少。说到这，老张我得教大家一个能给家里省点钱的小方法。如果您有好几个子女，而且他们都有工作，请一定记得把您的健保依附在哪个孩子名下，这里头有讲究。最好呢是挂在那个投保薪资比较低的子女名下，因为健保费的多少是跟着他的薪水走的，薪水越高，要缴的保费比例就越高，您依附过去要交的钱也就越多。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明白了，比如您大儿子月薪8万，小女儿月薪3万，如果您依附在大儿子名下，每个月要交的健保费可能就得大几百甚至上千，可要是转到小女儿名下，可能200-300块钱就差不多了。这一来一回，每个月就能省下好几百块，一年下来就是好几千块呢。所以啊，趁着现在年底，赶紧跟孩子们商量一下，一起算算这笔账。如果确实调整一下更划算，那就抓紧去办转换手续。现在办这个事也简单，用手机下载个健保快易通 APP， 或者直接去区公所柜台办理，很快就能办好。这样从明年一开始，咱就能省下一笔钱了。另外，这里还得特别补充一个很多老朋友容易忽略的细节，那就是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。如果您有股利收入、房租收入，或者是银行利息，只要单笔超过2万块钱，就得被扣一笔 2.11% 的补充保费。随着基本工资调整，这个2万块钱的扣费门槛，未来也很可能会跟着变。所以啊，如果您是有投资理财，或者有房租收入的老朋友，对这方面的消息可得格外留意。有时候咱们稍微规划一下，比如把一笔大的定期存款分成几笔，就能合理避开这个扣费点。讲完了劳保、国保和健保，咱们现在要说的这第3点，也是我今天视频标题里强调的错过就领不到的关键所在，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了。这就是政府每年年底会进行的一项工作，全国社福津贴资格的总清查。不管您现在领的是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，还是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，或者是其他任何一项政府的福利津贴，您心里头一定要牢记，这些钱啊，可不是申请一次就能一直领下去的。政府每年到了年底，都会通过国税局这些单位重新审核您以及您全家人口的资产、收入，还有名下房产的价值。为什么老张我说2026年咱们要特别当心呢？因为这2年，不管是房价还是政府用来计算土地价值的公告地价，都有所变动。政府在计算您家财产的时候，那范围可广了，不光是看您银行存折上有多少钱，还包括您买的股票、基金、保险单，甚至包括您名下汽车的价值和不动产的价值。只要您全家的总资产超过了政府规定的那个标准线，哪怕就超了一点，从2026年1月开始，您的补助资格就会被系统自动给取消掉，或者把您的补助等级往下降。这里头，老张我必须特别解释一下这个全家人口是怎么算的，很多老朋友就在这里不够清楚。您可千万别以为政府只看您自己名下的东西，不是的，它是把全家人的财产加起来再平均算的。这个全家人口通常包括您自己、您的配偶，还有您的一等直系血亲，也就是您的子女。问题就出在这了，这也是很多老朋友的补助资格被取消的一个主要原因，那就是可能您自己确实没多少积蓄，但您的子女要是这几年工作发展的不错，薪水涨了，年终奖多了，或者买了房子了，那么这些资产和收入通通都会被算进您这个家庭的总资产里面去。一平均，
您可能就不符合那个中低收入的标准了。您可能觉得委屈，说子女的钱也没给我花啊，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法规的规定就是这么审核的。我给您说个我身边发生的真事。我有个老骑友，去年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年底的时候，公司发了一笔比较丰厚的年终奖金，导致他们家全年的总收入刚好就比规定的门槛多出了那么一些。结果区公所把要求说明情况的公文寄到他家，他当时没在意，还以为是广告宣传单，看都没看就放一边了。等到第2年1月份，他发现往常该到账的补助金没到，跑去一问，才发现资格已经被取消了。等他再想准备材料去说明，规定的申诉时间已经过了，感到非常遗憾。所以啊，老张我在这里要特别的反复的提醒大家，如果您最近收到了区公所寄来的信，信封看着挺正式，里头是要求您补交一些证明文件，或者是要您提供子女最新的收入证明、财产资料的，请您千万务必在12月底之前把这些材料准备齐全给寄回去。如果您对自己家里的财产收入情况有点不放心，其实不用干等着收信，您可以现在就主动打个电话给您户口所在地的区公所、社会科或者叫社会事务科，客气的咨询一下2026年度的补助标准具体是多少，然后自己家里先大概算算账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可千万别把那封信当成无关紧要的信，或者觉得手续麻烦就不管了。一旦错过了这个宝贵的说明期限，您明年一整年每个月那好几千块的补助金可就真的领不到了，很难再补回来。说完了这些比较要紧的事，最后啊，老张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，让咱们也高兴高兴。2026年的农历春节在1月底，按照往年的惯例，政府为了让咱们老百姓都能过个宽裕年、安心年，像劳保年金、国民年金、老农津贴、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、中低收入老人津贴等等，这一大串钱通常都会赶在过年前提前给大家发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可能是每个月月底才进账的钱，在明年1月份很可能会提前到月中或者20号左右就打到咱们的账户里了。所以大家在1月份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手机的到账短信，或者多去看一下存折，看到钱提前到位了，心里不就踏实了吗？就能去置办年货，给儿孙们准备红包了。政策这东西年年都有新变化，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可得自己多留意着点。特别是刚才老张我反复强调的年底社福资格清查，还有健保的补充保费门槛，这些都是特别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。另外啊，老张我还得再多说一句，现在有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政府的工作人员，打电话给您，说您的补助资格有问题，年金要被停了，吓唬您，让您去操作 ATM 机或者网银。请您一定要记住，真的政府部门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您去操作 ATM 机的，也绝对不会让您把钱转到什么安全账户、监管账户里去。所有正式的通知、查询、补材料都是以寄到您家的正式书面公文为准，或者您自己亲自跑一趟区公所的柜台去办理。凡是遇到电话里让您转账、操作银行卡的，不要理会，直接挂掉。关于2026年的这些新变动，您心里头最关心的是哪一样呢？是每个月要多交的那点保费，还是担心补助资格因为子女的收入增加而被取消？都欢迎您在下面留言，跟老张我聊一聊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提醒对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帮助，请您帮我点个赞，并且转发出去，让更多需要的朋友能看到。我是健康永驻的张德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